我扮成男人，在京城阉了几年猪，因手法精湛，被征召进宫阉人。在净身房的第一天，就遇见了未婚夫楚明修。他本是金贵骄傲的漂亮少年，因获罪被抄家，一律入宫为奴。管事太监催促，要我亲手阉了他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在京城猪市阉猪，猪贩子都认得我，称我阉猪手法最快最干净。老主顾还送了我个外号胡一刀。这天我刚阉完一窝猪，手上的血污还没洗净，就看见那个总来收税的差役脚步匆匆，带着3个生人来找我。我纳闷，昨天不是刚征了税？他看见我，远远地扯着嗓子喊：胡青，这是宫里来的大人，专程来找你的。我在桶里涮了手，胡乱在衣襟上抹了2下。等那几人走近了，才知道原来是几个太监拿着宫里内务府的文书，点名要我进宫当差，说是要给一批新入宫的工人净身。我摸摸脸上的假胡子，迟疑，我只阉猪，可没阉过人。老太监白我一眼，一回生，二回熟，谁也不是生来就会阉人的。都说你手艺高超，出血少，伤口愈合快，咱家这才找上你。放心吧，进去有老师傅带，包教会的。老太监手里拿着征召令，没人敢违抗，更何况报酬丰厚，阉人1个月，顶得上阉猪1年。我硬着头皮收拾家伙，随太监入宫。洞开的宫门在我身后沉重合拢，我低着头，紧跟着那身青灰色的宦官袍脚，走过红墙金瓦，殿宇高台。侍卫们身披乌沉沉的金铁盔甲，手握长戟或雁翎刀，腰悬令牌，身姿挺直，锐利的目光压得人抬不起头来。数不清过了几道门之后，我被带到一处偏僻简陋的院落。这里到处弥漫着草药和淡淡的血腥气，匾额上写着3个字：净身房。我穿着宫里给的粗布工服，跟着技艺娴熟的老师傅学手艺。学的第一步便是捆人，将人的4肢用牛筋绑在床腿上，堵住嘴，免得叫唤。我给老师傅打下手，在他动完刀之后，插鹅毛管，敷上止血药，刀扎，一气呵成。男人那东西见多了也麻木了。渐渐的，在我心里，阉人跟阉猪也就没什么不同。门外一阵骚动，又有几名穿着囚服的人被推搡着押进来。我无意间抬眼一看，怔住。人群中那个狼狈不堪、脸色灰败的漂亮少年，正是我那个不愿娶乡野丫头的未婚夫者明修。楚家在半年前败落，听说家里的成年男人都被流放了，他年纪还小，竟被冲入皇宫为奴。者明修位极官，以前总是将头发高高竖起，傲得像只斗鸡，此刻脸色苍白，还带着血污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神气。我收回视线，专心干活。这批新太监人数不少，带我的那位老王师傅一刻不停地忙碌着，头上渐渐出了热汗。切下来的东西掉进血盆里，净身床上的人发出一声闷呼，昏死过去。我看那刀口似乎割深了，王师傅连连咒骂，天老子的，累得眼都花了，手也抖了，下刀不稳。换人，我出去抽袋烟，缓缓神。管事的太监直接点我接替，胡小子，愣着干嘛？你上！我让太监们把床上昏死过去的那个抬走。宫里的人命不值钱，死了就换下一个。楚明修被推上来，躺在床上，他呆滞的目光微微闪动，在我脸上划过，但他认不出我。以前他就没正眼看过我，现在我扮了男装，还贴了假胡子，他就更认不出。细牛筋绑上他的手脚，他的4肢无力地垂着，像死了一样，并不挣扎。拿起刀，我向一旁负责监看的管事太监徐公公陪笑道：公公，包扎用的桑皮纸不够了，师傅不在，我一个人走不开，能不能劳烦您帮我去隔壁拿过来？其他人刚才抬着人出去，站在我跟前的就剩他一个。辛苦公公，回头请您去城南吃烧鸡。他甩了甩袖子，不情不愿地出去了。胡一刀，出了名的刀快。我握着一块白布盖上去，下刀，白布上瞬间染上血迹。啊！床上的者明修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呼，止血药粉迅速撒上去。包扎完毕，我抬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。
这明修还在嚎，我假装忙着收拾，任他嚎了一会儿，猪都没他嚎得响亮。管事太监拿着桑皮纸，急匆匆跑进门，快堵嘴，堵嘴，吵得我脑仁儿疼。我急忙拿了一团白布，捏着下巴，将这明修的嘴堵上，又嘘嘘在自己脸上扇了2下。公公莫怪，都是小的罪过，忘记给他堵嘴了，惊扰了公公，掌嘴掌嘴。太监无奈，他是公子哥出身，哪受得了这个？要不堵上，怕不是要叫破天去。弄干净了没？我端着血盆给他验看里头的东西，我头一回阉人，您看看成不成？太监最见不得这玩意儿，他匆匆扫了一眼，就不忍再看，背过身去，朝我摆了摆手，把这宝给他包起来，等他下葬那天一起埋了，到底下做个全乎人。是。我把血盆里的东西捞出来，扔进石灰粉里滚了一圈，拿布包了几层，塞进这明修的怀里。这批20个新太监整整齐齐被送进了残房闷禁。隔天我去残房给他们换药。昨天那个被王师傅割身了昏死过去的小子刘林，竟然命大没死，看见我来换药，挣扎着开口问我要东西。我的东西呢？听说这东西要留着下葬，我给他上了祖传的金疮药，放心吧，给你留着呢，等会儿拿给你。忙活了半天后，我来到楚明修的卧处，从他怀里掏出那东西，准备还给刘林，手腕却被楚明修抓住。他自小习武骑射，力气不小，你究竟为何？他的目光惊疑，似有不解。我掰开他的手指，二公子好好休息，这伤得养上1个月。你叫我二公子，你认识我？时常见二公子骑着马在街上过，人又俊，马又高，一来二去就认得了。抓着我手腕的那只手颓然落下。楚明修喃喃地说：可惜，再不能了。我的追云宝驹也不知流落到了何处，我的父亲兄长亲人，他们也不知去了哪里。听得我一阵唏嘘。街上的人提到楚家出事，总挂在嘴上的4个字就是党争倾轧。可惜我不过是个乡下丫头，读书少，不知道这4个字什么意思。但他提到兄长，我很难过。楚家大公子是个好人，当初我离开楚府后，他曾派人给我送了一大笔钱，还送回了那枚玉佩。我靠着这笔钱买了个小院落脚。他说楚家绝非背信弃义之人，让我耐心等候，他总会让弟弟回心转意。等着等着，就等来了楚家遭难的消息。唉，二公子不必如此，只要命留着，在哪里活着都有盼头。太监若混得好，将来出宫买个宅子，也能娶亲，到时候认个干儿，还能给自己留个后。大公子流放在外，说不定还能回来团聚。楚明修的眼里才终于有了点亮光。我给他换了药，又将提前准备好的一泡狗尿洒在他身上。残房闷热，外面的冷气进不来，这泡狗尿很快就散发出恶臭。管事的太监徐公公掩着鼻子骂娘。我陪笑解释，公公净身后嘎不住尿，不能怪他。公公要是嫌臭，就别靠近，一切都只管吩咐小的来料理。徐公公是过来人，知道我没诓他，但他也受不了，让我赶紧把他丢到柴房里。我用秸秆铺了一个地铺，搀着他躺下去。楚明修伤在腿根，并无大碍，换几次药就好了。柴房僻静，只有我和者明修2人。我喂了他一些补血的药。者明修一双凤眼死死盯着我。胡师傅，你到底为何要冒死做这掉脑袋的事儿？我放下药碗，你兄长楚大公子与我有恩，我家世代都是兽医，祖父曾在河西军中做军马医曹。楚家祖父时任河西道处置使，持金印监察西北6镇。某日巡视军中，不小心惊了马，亏得我祖父拼死将马制住。楚大人感念我祖父的义举，酒后硬是塞给他一块玉佩。府里的小孙儿正好与你刚添的孙女结亲。后来祖父归乡，靠着给畜生治病、接生、阉割的手艺，在10里8乡小有名气。从我记事起，祖父就常常摸着那块玉，对我念叨：咱岁岁有福气呢，长大后能当高门娘子。爹娘听见，每每泼他凉水。爹，你就别做梦了，那都是楚大人酒后胡言，当不得真。
楚家要真认这门亲事，不至于这么多年不来探访。再说咱一个乡野人家，攀得上那个高枝？除了祖父，没人把这门亲事当真。祖父念了几年，到死也没盼来楚家上门提亲。正光8年，河西先遭洪灾，又闹瘟疫，我埋了父母和祖父，独自一人揣着那块玉来到京城。然而楚老大人已故，楚府的人都不知有这件亲事。楚家老夫人让人找来了当年的马奴，这才知晓了陈年旧事。玉佩做不得假，但是楚明修的生母林姨娘和楚明修本人都看不上我。那年楚明修才15，生得唇红齿白，丹凤眼，漂亮的像年画里的菩萨童子，就连生气起来都是好看的，不像我被北风吹裂的脸养了半年都还泛红。隔着漏花窗，我听见漂亮的少年愤愤地叫嚷：祖父不公，凭什么大哥能定下礼部侍郎的孙女，而我却只能娶个乡野丫头？我在未停留，扭身离开楚府。楚大公子派人到处寻我，他送来一个包袱，包袱里有钱，还有那块玉佩。即便我不抛头露面出去赚钱，这些钱也足够我过活半生。我很感激他。楚大公子楚明远是个清贵文雅的翩翩公子，才华学问人品都好。可惜了，在宫里待了1个月，等这批新人将养好了，我便要出宫。出宫前，我特意又见了一回楚明修。这人心高气傲，还臭美，有些事不得不嘱咐。你要是在宫里出不了头，只能做低等杂役，最好把自己弄污糟些。漂亮的小太监又不得势，很容易被人惦记。我不怕，我自小习武，若有人惹我，我跟他们拼命。娘爷就怕这种愣头青。我无奈，你拼命时有没有想过会暴露自己的秘密？咱俩的脑袋可都记在你身上，说不定还会连累到被流放的大公子。楚明修这才消停了，乖乖地将我给他的膏泥涂在脸上，白皙漂亮的小脸顿时变成土色。我伸手将他的唇上也涂了些。楚明修的唇颜色很好，像山里熟透了的野莓果，红艳艳的。这1个月来受着我的照顾，楚明修似乎很有些不舍，扯着我的袖子像只小狗：胡大哥，你什么时候再进宫？我其实比他还小1岁，今年才刚17。不来了，你自己在宫里万事小心。我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囊，塞给他，这里头的东西是给你的，等我走了再打开。布囊里有些碎银子，楚大公子给了我很多钱，这银子原本就是楚家的，但我却不能给他太多。人好看惹祸，银子多也惹祸。等他当差后，宫中应有阅历，这些碎银子不过让他留着应急。除了银子，我还给他留了那块玉，这玉不能当面给，会暴露身份。他要是知道天天扒拉他的命根子，给他换药的，竟然是他看不上的那个乡下丫头，还不定怎么羞恼。皇宫我是不打算再来了，回去就找个借口，在手上弄个伤，以后也不腌猪了，干点别的，给畜生看病、接生都可。我挎着包袱匆匆出宫，快到宫门时，看见墙根卧着一只玉猫，这猫胖成一个团子，眯着眼，恹恹地趴着不动。我路过，停住脚步，蹲下仔细看了一眼，摇了摇头，站起身。泼辣的小宫女薅住我的后襟不放，厉声道：你小子对着公主的猫摇什么头？我不想生事，弓着身子连连道歉。姐姐莫怪，这猫真乖，我不由得多看了几眼。天马上热起来，容易伤时，你带它去看看兽医，开些药。小宫女转了转眼珠子，捞起我的通行腰牌，默念了一遍，放我走了。回到家，我就在手腕上缠了几圈白布，又去猪场转了几圈，遇见熟人便宣称伤到筋骨，阉不了猪了，以后都只能看病接生。直到全猪市的人无一不知，猪贩子都扼腕叹息，劝我带几个徒弟把阉猪的手艺传下去。我苦笑着摇头，这事儿等我伤愈后再说吧。过了几日，我在京城行商处给商队的马儿治马瘟，那个征税的差役又来，还是带着几个太监。胡青，胡青，宫里又来人找你。我抬了抬还缠着绷带的手腕，差爷，小的伤了手，干不了宫里的差事。那玩意儿看多了，以后洞房时，我怕
即使是面对如花似玉的夫君，我都不能忍道。再进宫我就是狗。太监巴拉开差役，上前急道：这回不动刀，是找你进宫看病的。主子说了，非你不可。你若不去，咱家的屁股要开花。终归还是被几个太监拉扯着进了宫。汪汪！进宫前，我在清风楼买了一只烧鸡和一包酱肉，求着太监先让我去一趟净身房。那太监虽有不满，但谁叫我是他们主子要的人？那你快点，别耽误，说2句话就出来。我飞奔进去找徐公公，将那只烧鸡塞给他。上次说请您吃烧鸡，不能食言。净身房最近不淹人，清闲。徐公公心情不错，抱着烧鸡冲我乐。嘿，你小子行，手艺好，人又上道，你要是在宫里混，准保能混出个名堂。我立刻双手舞当，公公别介，小的从小定了亲，还想传宗接代呢。徐公公啐了我一口。我又掏出那荷叶包的酱肉。徐公公，不知那叫楚明修的小子在哪儿做事，能不能帮我把这包酱肉带给他？哟，你还记挂着他？我叹了口气，不瞒公公，他是我执刀的头一个，当时我手下没分寸，把他的身子毁得不轻，后半辈子怕都过不爽利。我这心里一直过意不去，总觉得亏欠人家。徐公公恍然，怪到那小子净身后小脸蜡黄，原来是这个缘故。我连连点头，在他手里塞了一角银子，示了公公，他身子坏了，求公公多多照料，别为难他。徐公公动容，别人都不把我们阉人当人，你小子还算有点良心。放心吧，这东西我给你带到。我千恩万谢地出了门，出门就被拽走。太监们拉着我飞奔向前面的重重殿宇。到了一处宫门，太监们脚步慢下来，大气都不敢出。我也低头弓着身子，只看脚下，静悄悄地走。突然听见一个女子声音：你可来了，快点进来。我悄悄抬头，看见那天的泼辣小宫女，她心急得不行，直接上手拽我腰带。姐姐，使不得。小宫女叉腰道：跟我来。她把我带去一处偏殿，殿里桌上躺着一只玉猫，胖团子似的，瞳仁忽大忽小。她走路走不稳，半夜还起来狂吠。你给瞧瞧，她得了什么病？我站着不动，小的只是不入流的乡下兽医，姐姐该找御医来看，宫里的御医医术最好。要是御医能治好，我还找你来干嘛？我头垂得更低，小的也瞧不出。小宫女气得跺脚：你小子就会装。那天你盯着猫看了半晌，定是看出什么来了？当我是傻的？哪有半晌？我就看了一眼。女孩心软，最怕人央求。我哭丧着脸，扑通跪在地上：姐姐，小的父母双亡，全靠跟野狗抢食才活到这么大。这猫是贵人的宠物，我要是治不好，小命难保。姐姐你就心疼心疼我，找别人治吧。她的嗓音果然软了下来。这猫连御医都说治不好，本就没抱什么希望。我只是看公主难过，才想着破罐子破摔，找你来试试。公主那里我都说好了，治不好也不赖你，你尽管治。我蹭了一下起身：姐姐你早说啊，快去拿一壶香油来，用尖嘴糊装，再拿一块白布，要大的，能裹住猫身体，还得找个力气大的太监，帮我摁着猫，不让它乱动。你……小宫女瞪着眼，气哼哼的去了。这一折腾就是2个时辰。我趴在桌子上，眼巴巴的等猫排出油便，这才起身揉了揉酸痛的腰。这2时辰里，除了治猫，我还知道了宫女的名字。石榴姐姐，这几天就正常喂，看她恢复的如何，要是有什么异常，你再找我。石榴抱着猫，半信半疑的看我，就这样，灌个香油，拉个屎就完了？御医用了多少名贵的药？我嘿嘿一笑，药再贵，还不是不顶用。我家传的土方子就是这么治的。石榴撅嘴：胡青，你小子坏得很，刚才还冲我哭惨，都是装的吧？我从荷包里摸出几颗糖，塞进他手里。姐姐心善，小人记得姐姐的好。辞了石榴，我匆匆往宫外赶。快到宫门时，突然被人拦住，是小脸蜡黄的楚明修。他死死地盯着我的胡子看，我被他瞧得不自在。你在等我？楚明修手里抱着酱肉，你怎知我喜欢清风楼的酱肉？
以前路过清风楼，常常见你的马儿拴在门口。我是兽医，见了畜生总忍不住多瞧几眼，更何况还是好看的畜生。胡青，嘘。他压低声音，你担着性命救我，就不怕死？我的视线穿过他，回到3年前。我早该死了，我该死在那年的洪灾和瘟疫里，也该死在从河西到京城的路上。亲人都没了的时候，我以为活不下去。走投无路时，突然想到京城还有门亲，就想去看一眼吧，看看你长什么样，再死。路不好走，我扮成叫花子，走了半年才到。好几次都以为活不成，老天爷没收。到了你家门口，门房要赶叫花子，幸好碰上大公子回来，愿意听我说话，这才进了府。进府后见了你，长得跟画里的人一样好看，可惜我低了低眉眼。14岁，我不得不扮成男人在京城讨生活，官差为难，地痞欺负，都没弄死我。不管哪天死，我都不怕，现在活着的每一天都是赚的。我当时的境遇，3年前的楚明修不会懂，但如今的楚明修应该懂我。他的鼻涕眼泪流了满脸，冲花了脸上的黄膏泥，露出雪白的肤色。我怕他哭个没完，赶紧换个话头，盯着他的伤处，你的伤口还疼吗？他蓦地红透耳根，伸手遮挡。再换一个。宫里有没有人欺负你？楚明修缓了缓，闷声道，你放心，他们欺负我，我就装孙子，断不会给你惹祸。装孙子是为了有朝一日不当孙子，用你的眼睛看，用你的脑子想，找到那条能往上走的路。我要赶在宫门落锁前出宫。衣角被人抓住，摇了摇。你还会来吗？不来了。我顿了顿，你要是缺什么，就托人告诉我，我给你送。大公子的下落，我也会托人打听。我又一次站在宫门前，狠狠地打自己的脸。这次被召进宫，说是西域贡马黑将军突发怪病，经如猛血，皮冠发热，御马监兽医诊断为蹄毒瘟，可医治了数日也不见好转。16藏在宫门后等我，我装作没看见他，大踏步向前走。胡青，你生气了？他跑上来和我并排疾行，偷偷看我脸色。这回真不是我说的，是太子来闲聊时提起黑将军生病，公主殿下多了一嘴，说宫外有个小兽医医术高明，遇医治不好的猫都能治好。我从他手里拽回锤刀，咋动不动就薅人腰带呢？16绞着手指，我已经求了公主了，公主说治好了有赏，就算治不好也绝不治你的罪。马场在皇宫西院，我用长针刺入蹄底肿胀处，抽出血色腐液，待铁锈腥气，又以牛角听筒紧贴马腿，听见谷内有细微声响，起身寻了个马奴，这马何时来的？来之前可曾上过战场？马奴回，上个月刚到，听说曾是匹军马。他的症状像是祖父曾提过的袖骨疽，军马在战场上踩多了腐尸，偶尔会患这种病。御马监的兽医平时也接触战马，但都是京城巡访用的，或是京畿马场里养的。像这种经历过实战、踩过湿泥的军马，见得不多，难怪诊治不出。我让人制住黑将军，切开蹄底处理腐肉，不料他吃痛蹬蹄，猛地直踹我心口。正在危急之时，有人飞身扑挡，我被人抱住，在地上滚了几圈。定睛一看，是者明修那张蜡黄小脸。他咧开嘴笑，老天又没收你，还能多活几天。热烫的血液滴落在我脸上，者明修的肩胛被蹄铁划开，深可见骨。10几人牢牢按住黑将军，我剜净腐肉，以烧红烙铁灼烫疮面，用药内服外敷，煮面木板固定伤腿。治完马，又嘱咐御马监的管事太监，以后凡是军马，一律在外头的马场里养1年，没有异样再往宫里送。战马不同于寻常马，有的染过病，有的受过刺激，万一惊了贵人，你们都担待不起。御马监的人不放我出宫，非得让我带到黑将军病愈才走。我每天照料完马，就去照料者明修。换药时松开包缠的白布，我问他疼吗？他闷笑，比不得你给我的那一刀疼。太监在宫里用不上好药，好药都是贵人用的。
幸好我带了祖传的金疮药，别沾水，伤口深，得养个把月。此时天气已热，准明修闻了闻自己的衣服，皱眉，我是不是臭了？我打了盆热水，把他身上的衣服拨开，避开伤口擦洗，顺手把脸也擦了，露出糯米团子般白皙无瑕的脸。我的手隔着布巾摸了2把，凤眼上长结扑闪。胡清碎，你上次说我好看，我到底有多好看？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看的，野莓果般的唇弯到耳根，比大哥还好看。我用布巾擦他红透的耳根，比大公子好看。想到大公子，一时怔中，握着布巾的手垂了下去。听说大公子被流放到辽东府苦役，也不知他那般文弱的身子能经受几年。楚明修一动不动地盯着我，我摸了摸胡子，大公子是好人，不该受苦。他抓着我的右手挪开，你手放我裤裆上了，对不住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急巴巴地解释，这玩意儿我割多了，又不稀罕。我再去找楚明修时，偶然遇上刘林，他捧着一包点心等我。胡神医，多亏你细心照料了1个月，我才没丢命。这点心是主子赏赐的，算我的谢礼，你千万要收下。那时他吊着半条命，要不是我照顾的用心，怕是要被抬出宫。我收了点心，过意不去。你现在恢复的怎样？要不我再帮你看看？刘林欣然点头，好呀。上床，把裤子脱了。楚明修狭长凤目瞪得溜圆。我把点心塞给他，你帮不上忙，出去吃点心去。他却没走，像根床柱子一样杵在床尾。净了手，我检视了刘林的伤处，又给他开了些生机活血的药。刘林千恩万谢地走了。忙完回头，却看见楚明修眼眶赤红，鼻音很重。胡清碎，若是没遇见你，我也会变成这样。大意了，18岁的少年，可别还没开荤就被吓得不举。我在衣襟上擦了擦手，想起大公子说过的4个字，拍了拍他肩膀，往事莫追，向前看。1个月后，我收拾东西准备出宫，楚明修又拉着我衣角，你还来吗？应该不来了吧？我迟疑，我也不知道。这次治好了黑将军，宫里赏赐了不少东西。我把赏赐的吃食和避暑的玩意儿留给楚明修，还给他留了些银子。遇到求人处，要学会拉得下脸面，使银子打点。他推辞，不想收，我就抬出他哥，我欠大公子的，这辈子都还不上，你就当是替他受了我的谢礼。在宫门处遇上16来送我，我把赏赐的香饼赠他。楚明修是我远房的亲戚，他从小性子倔，若是在宫里犯难，请姐姐搭把手，小的感念不尽。这些时日，我看出来了，16虽然只是个宫女，但她能在主子面前说得上话，必定是个受宠的丫头，日后有用得上的地方。16收了我的香饼，给了我一个荷包，这是上次治猫公主赏赐的银子。我把那荷包塞进她袖带，我孤家寡人，用不上这么多钱，姐姐留着攒嫁妆。宫女不易，将来年纪大了出宫，不能没有财物傍身。她抿着嘴，从荷包里掏出1锭银子，那就留1锭，总不能让人说我贪没了你的赏钱。我笑着收进怀里，等出宫后，找个首饰铺子，把这锭银子打成首饰，将来找机会给他。我进宫治疗御马的事儿，不知怎么传开了，不但是京城牲畜市场的人知道，就连来京城的外地行商也纷纷来找我，一时间忙得脚不沾地。被逼无奈，只好限制人数，每天只看诊10个，跑辽东的行商优先。一边看诊，一边打听，若是他们和辽东的苦役营有往来，就少收诊金。行商和边疆防军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尤其是那些经常进出关口的商队。半年前流放到辽东的楚家人，若是你能打听到消息，我给你免诊金。不少行商都答应下来，一有机会就帮我打听。有人问我，就算是打听到了，你无权无势的，能做些什么呢？我沉默无语。或许是千里迢迢跑一趟，给他们送些衣食用品；或许花些银子贿赂苦役营的人，给大公子换个清闲活计。但我相信，只要不遭摧残，总有出头的日子。忙忙碌碌，时间过去了几个月，宫里一直没再来征召我。快入秋时，我在家中做免写，
突然听见院门被敲响，放下手里的活计，我隔着门问：“谁啊？”“是我，者明修。”我打开门，一个身影闪进来。几个月不见，他又长高了，两手拎着沉甸甸的东西。“你怎么出宫了？”他笑着掏出腰牌。“我会骑射，应召进了御马监。御马监长进兵，服气，马正，平日里跟着统领在皇城巡防或巡检京畿马场，出来的机会多。”说着，他的脸色突然黯然。别人出宫都回家，我无处可去，只好到你这儿来。我急忙将他迎进屋。“进来吧，喝口茶。”这一迎，他脸色才缓和起来，拎起地上的东西进屋。看着这一堆大包小包，我诧异地问他怎么拿这么多东西。我也不知该拿什么，就跟着营里兄弟，他们买什么我就买什么，不知不觉就买了这么多。他拿起桌上做了一半的棉鞋，这是给谁做的？我将倒满的茶杯放在他面前，又给他抓了把瓜子，给我自己做的。这是男鞋。我是男人。楚明修一下子被噎住，蔫蔫地看了我两眼。“你在自己家里也贴胡子啊？”“时常有人来找，习惯了。”我转到桌子对面，刚坐下，便发现了不对劲。“你怎么把脸洗了？”楚明修白皙的面皮微微泛红。“来你家之前刚刚洗的，你放心，没人看见，等我回宫时再涂好。”他又从怀里掏出鼓鼓囊囊一个荷包，放在桌上。“我这几个月攒的月例，给你。”“你给我干嘛？”我瓜子磕了一半，愣住。“别人攒的都给家里，你就帮我收着。这是把我当亲娘使了。”我怕再扯下去又引起他对林姨娘的牵挂，只好收起荷包。“你要用钱时再问我拿。”“身上留够零花了吗？”“留了。”“还缺什么？”“我帮你置办好。”他眼珠子转了半圈，视线落在桌上，“缺双棉鞋。”我从笸箩里拿出剪刀，比着他的鞋底剪了个鞋样子。抬头看见他漂亮的脸上笑得晃眼。面对好看的人，总是容易丢失底线。我又拿着绳子在他身上量了尺寸，等过几天扯些细布，做身棉衣。后院马厩传来一声嘶鸣，者明修猛然抬头，目光朝着声音的来处望去。“你跟我来。”我带着他来到后院，马厩里养着一匹神骏的马。“追云！”者明修扑上去，抱着马脖子，肩膀抖动。“城东一家富户请我去治马瘟，我去了才知追云在他家。这马当时病得厉害，我就出钱买下了。”说完，我转身进屋，留他一个人跟马叙旧。从那起，他便常来看马。这天还带来2张喜帖，原来是徐公公在宫外娶了个老婆，请了相熟的人去吃席。我和楚明修去随了礼。徐公公买的是2进的院子，新媳妇是穷苦人家出身，看得出来他很高兴，哭完又笑，笑完又哭。喝醉了，拉着我不放。“胡师傅，胡神医，等你娶妻的时候，一定要请我喝喜酒。”楚明修不动声色地拉开他，帮我脱身。我俩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谁都没说话。到了家门口，我猛然发现他还跟着。“你不回宫？请了2天假，在你家歇一宿。”我傻眼，“你怎么能在我家歇？我们孤男寡女的。”“你是男人。”我只好在厢房给他铺了个床。夜里洗漱完，我披着头发，端着水盆出来倒水。院子里的男人静静地伫立着，差点吓到我。我将水泼到墙根的菜地里。“夜深了，你怎么还不睡？”楚明修走到我面前，借着月光盯着我看。“原来你长这样，不过是乡下丫头的模样，入不了二公子的眼。”我转身欲走，被他一把拉住。“岁岁。”他喊我的闺名，都不知多久没人这么叫我了。“阿替。”夜晚的凉风吹得我身上一冷，没忍住打了个喷嚏。楚明修松开手，将他的外袍披在我身上，裹紧。他抓着领子不松手，我走不脱，只能搜肠刮肚找话聊。托了几个行商在辽东苦役营打听，都没找到大公子的名字，希望他没出事。我想着，要不过了年亲自去一趟。楚明修松了手。“你一个姑娘家别去，我回御马监问问，有没有要押运军马上辽东的差事，可以带上我。”“好。”他推着我进卧房。
我回头关门的时候，正看见他站在屋外的月光里。知道这个人好看，没想到他还能更好看。第二天一大早起来，发现赭明修已经走了。厨房水缸里打满了水，柴房里劈好了柴，追云的马槽里新添了草料。堂屋的桌上放着一块玉。之后半个月，赭明修没再来。我将做好的棉鞋和棉衣托人捎给他。城外庄子上有只母牛得了产褥瘫，请我去治。盘桓了半日，到晌午才回来。进了巷子，远远看见家门口有个姑娘挎着包袱在等我。16，你怎么出宫了？她不说话，只瞪着通红的眼睛，狠狠地剜我。我赶紧开门，将她请进堂屋，又送上干净帕子。16拿着我的帕子，擦完眼睛，又擤鼻涕。到底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我等他安静下来，才轻声问。谁料他看了我一眼，就开始嚎啕起来。我没法，只好倒了杯热茶，放在他面前，等他哭完，刚好茶凉。他灌了2口茶水润喉，开始骂我：胡青，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！我静静地等着，听他骂出前因后果。你和那个姓楚的小子，你俩根本不是远房亲戚。我心里一慌。16知道了什么？楚小子说你俩是相好。呜，你怎么会是个断袖？娘爷！我止不住挠头，这让我怎么圆？16哭诉个不停，我不敢吭声，只默默垂着头任他骂。骂了一炷香后，他解开随身的包袱，从里头拿出一套棉衣，狠狠地扔在我身上。老娘点灯熬蜡的做了半个月才做完，你他娘的竟然是个断袖！我收起棉衣，从衣柜底下的暗格里掏出一个布包，走到桌前，一层一层打开，里头放着一只银镯子和一只银簪子，都是上回他给的那锭银子打的。姐姐，这套首饰原本想送给你添嫁妆，现在就当是这套棉衣的谢礼。16摸着镯子，又开始啪嗒啪嗒掉眼泪。我叹了口气，你若还想来往，就把我当成个娘家兄弟；你若不想见我，那我就不去你跟前碍眼。过了许久，他终于止住。最近贵妃的鹦鹉病了，要是找你，你可千万别去。这活接不得，是有人下的毒，宫里头的水深着呢。听见他说这个，我知他心结已解。放心，我只会治大牲口，不会治鸟。送走16，我听见马厩里有动静。过去看时，见赭明修正在喂马，马儿亲昵地蹭着他，鼻孔里发出呼哧呼哧的喷气声。你怎么进来的？翻墙。我走过去瞪他，你怎能跟他那么说？他都误会我是断袖了。他抱着马脖子，一双凤眼斜斜地看下来，脸又是干干净净。不然呢？难道你能娶她？那也不能说咱俩是相好啊，你就不能换个借口，非要惹他误会？不能，2个字将我堵得死死的，气得我从马槽里捞起一把草料，扔在他脸上。他没躲，闭着眼睛用脸接了，接完还冲着我直乐，脸皮真厚。咱俩本就定过亲，不是相好是什么？提起这个，我更气。二公子，当初我上你家，是你说看不上我这个乡野丫头的，现在又来说这个。他抿紧唇，闷声问：胡青穗，你是不是一直都在恨我？恨吗？算不上吧。锦绣堆里的少年，眼高于顶有什么错？14岁的孩子，只凭那惊艳的一眼，并不会生出多少情爱。更何况那时的我，需要的不是情爱，而是疼爱。可同我护我的人都走了，再也不见。我不答他，转身回屋。胡青穗，楚明修喊住我，你是不是一直喜欢我大哥？脚下像突然生了根。大公子是个好人，是护过我，让我心生怀念的人。这种怀念和我对亲人的怀念并没什么不同。那天后，赭明修又没了影，我屡次托人打听，连宫里的人都不知他去了何处。天气一天冷过一天，转眼就到年关。16托人送来一筐银丝炭，说是主子赏的，他舍不得用，便宜我了。还说很久没见到我的相好，是不是不要我了？劝我说小太监不会疼人，不如转投他的怀抱。
我从辽东的行商那里买了2块貂皮，其中的1块赶在年前送进宫里，不管是做护膝还是做坎肩，都随他。另1块藏在柜子里。回来的时候，看见家门口停了一顶软轿，抬轿子的人见我回来，撩开帘子，从里头走出一个披着狐裘的美人儿。美人对我阴一笑，请问这位是胡神医吧？我拱了拱手，不敢当，姑娘是受人之托，来给胡神医捎个信。我将他让进屋里，他平退下人，只孤身一人和我这个男人对坐，看着像个闺秀，怎么这么鲁莽？我将炭火拨弄得大了些，并递给他一个暖手炉。好看的人总是让人心生怜惜，我这人浅薄，就是喜欢看脸。美人的声音也是柔柔的，好听。我闺名沈韵荣，是当朝礼部尚书之孙女。我猛地瞪大眼睛，她见我呆愣的模样，笑了。胡姑娘，你知道我？当今的礼部尚书，3年前是礼部侍郎，而和大公子定亲的，正是礼部侍郎的孙女。沈小姐，是不是大公子他有消息了？他从袖袋里掏出一封信来，信很长，我细细地看了一遍。大公子说，多亏沈小姐散尽千金，买通辽东2道官员，以征用算学人才的名义，将他调至粮仓管账，使他免除劳役之苦。一同流放的家中长辈也都被妥善安置，让我和者明修不必牵挂。他知二公子性子倔，怕他生事，让我看在大公子的面子上，多加照拂。我放下信，抬起衣袖摄是眼眶。大公子没事，真好。有一个人真心爱他护他，我替他高兴。沈小姐人美心善，一定会有好报。可是楚明修他跑哪儿去了呀？大公子，你弟他真不让人省心。除夕那日，我在父母和祖父母的牌位前摆好供果，燃上香烛。晚间泡在浴桶里，闭着眼，听着外面噼里啪啦的鞭炮声，身边突然袭来一阵寒气。胡清岁，你倒舒服。我猛地睁开眼，楚明修披着大氅，扶着浴桶，正弯腰看我。登徒子，我抬手护住胸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他脱下大氅，掸了掸上面的冰碴子，扔在浴桶旁的衣架上，视线停在那条长长的裹胸带上，指尖勾住，拧着眉问，你天天裹着这个，将来孩子没奶吃怎么办？关你什么事？他转身正对我，我撩起水泼他，你别看，快出去！岁岁不恭。他披着水珠趴在浴桶边上，你早都把我看光了，我看2眼怎么了？我蜷缩着身体躲他的视线，躲也没用。他得意地弯着唇角，我跟着御马监的马队去了辽东，见到我大哥了。你猜怎么着？我还用猜？我大哥啊，人家跟未婚妻好着呢，天天书信来往，郎情妾意，蜜里调油，你就不用惦记了。我哪儿惦记了？我大哥还说，让你跟我好好过，不能背信弃义，抛弃我这个未婚夫。等将来大赦，他会回来看着我们成亲。你一个太监，成哪门子亲？他狞笑着开始撸袖子，你试试呢？我是不是太监？你不知道？我抬起腿踢他，却被他抓住了脚，温热的触感从脚背上传来。岁岁，他跪在地上，用冰凉的脸蹭我，你要生气就打我骂我。我家虽然败落了，但我这次去辽东立了功，年后就有封赏。我会让你过好日子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的。我被他抓着，又羞又恼。你先让我出来。他眨巴着那双勾人凤眼，要不我进去？奔波了一路，我这身上还没洗呢。不行，我嫌你脏。我不嫌，我用你的洗澡水。脸皮真厚。我这人浅薄，总是喜欢看脸。者明修去见了一趟大公子，跟得了块免死金牌似的，不顾死活地往我身上贴。临睡时又抱着被子爬我的炕。岁岁，我的伤口又疼，你帮我看看。我抬腿，哪儿疼踢哪儿，又被他抓住了脚。整晚我都觉得纳闷，大公子是端方君子，能出这么无耻的主意。趁他睡眼惺忪的时候，我悄悄趴在他耳边问。他含糊地吐出一句，我娘说烈女怕缠郎，我得缠着你，缠到和你成亲为止。不对，成亲后也要缠着你，一辈子缠着你。则全文完，
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